你以为辉达是永远不会跌的 AI 神，它已经偷偷横盘了整整6个月，很多人到现在还没反应过来这件事有多反常。过去2年，只要有人敢说辉达一句不好，立刻会被市场的上涨打脸。但从去年11月到现在，标普500涨了15%，费城半导体指数涨了20%，而曾经的 AI 王者辉达股价就在原地踏步。更有意思的是，这半年里所有的利好消息都没断过，财报超预期 ，Blackwell 芯片发布，全球 AI 资本支出再创新高，可股价就是不涨。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打破 AI 等于无脑买辉达的集体幻觉，学会用机构投资者真正在用的5大框架分析科技股的核心价值，避开市场最擅长给散户挖的3个叙事陷阱，看懂为什么所有人都在等的产能释放，反而可能是辉达暴利时代真正的终点。你会明白，真正决定一只股票长期走势的，从来不是新闻头条里的热闹，而是那些藏在水面下大多数人看不见的暗流。如果你现在手里拿着辉达，或者正在考虑要不要上车，这个视频会帮你把很多模糊的感觉变成清晰的判断。你现在是已经清仓了辉达，还是在等它下一波翻倍？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有代表性的问题或者大家普遍关心的卡点，我会在后续的视频里专门拆解。如果你也想关掉市场的噪音，只看真正重要的底牌，先点个赞收藏一下，不然后面讲到最关键的反转让点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找不回来了。先从最容易被忽略的竞争危机说起，很多人觉得辉达的对手是 AMD， 是英特尔，其实根本不是。这2家到现在加起来的市场份额还不到辉达的零头。辉达真正的威胁从来都不是其他 GPU 厂商，而是他自己的客户。你先别急着反驳，这个逻辑很多人都没转过来。我们先把最基础的技术问题说清楚，用最简单的比喻 ，GPU 是什么？就是一把瑞士军刀，什么都能干，剪指甲、开罐头、拧螺丝、切水果，样样都行，但没有一样是最顶尖的。ASIC 是什么？就是一把顶级的刺身刀，只能切成鱼片，但切得又快又薄又好，没有任何其他工具能比。在 AI 发展的早期，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你可能今天训练大语言模型，明天搞图像识别，后天做推荐算法。这个时候，瑞士军刀就是最好的选择。你不用自己造工具，买一把辉达的 GPU 回来，什么都能试。但当你的业务规模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情况就完全变了。这就像吃饭，你一个人吃饭肯定点外卖，方便又划算。但如果你开了一家有100个员工的公司，每天都要管100个人的3餐，你还会天天点外卖吗？不会，你会自己请厨师建食堂，前期投入可能很高，但长期下来成本会低得多，而且口味和卫生都能自己控制。这就是现在谷歌、微软、亚马逊、Meta 这些巨头正在做的事情。他们的 AI 业务已经大到了一个临界点，自己造芯片比买辉达的 GPU 更划算。谷歌的 TPU 已经迭代到了第5代，现在谷歌内部90%以上的 AI 训练任务都是用自己的 TPU 完成的。Meta 的 Meteor 芯片今年也会大规模量产，亚马逊的 Trainium 和 Inferentia 已经在自己的云服务里用了好几年。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这些巨头自研芯片的消息每次出来市场都没什么反应，大家都觉得自研芯片很难，辉达的生态壁垒太高了，根本打不过。可没有人算过一笔账，辉达的客户到底有多集中？根据最新的财报数据，辉达前5大客户的收入占比已经超过了36%，前10大客户的占比接近一半。也就是说，只要有2-3个大客户开始大规模转用自己的芯片，辉达的业绩就会出现明显的缺口。而且这些客户不是突然跑掉的，他们是一点点、一步步的把业务迁移过去的。这个过程很慢，慢到大多数人都察觉不到。但等你察觉到的时候，趋势已经形成了。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误导人的地方是，所有人都在说辉达的生态不可战胜。没错，CUDA 生态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壁垒，但这个壁垒只对中小客户有效。对于谷歌、微软这种级别的公司来说，生态根本不是问题。他们有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工程师，完全可以自己搭建一套生态，或者把自己的业务迁移到新的架构上。他们在乎的不是生态，是成本。当一块 GPU 卖2万美元的时候，只要能把成本降低30%，哪怕前期投入几十亿美元，也是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不用再看辉达的脸色，不用再等半年的产能，自己的芯片想造多少造多少，想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用。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这些巨头不仅自己用自研芯片，他们还会把这些芯片开放给其他客户。谷歌已经开始在谷歌云上提供 TPU 实例，亚马逊也在提供基于 Trainium 的云服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发现，原来不用买辉达的 GPU 也能跑 AI 任务，而且价格更便宜。到那个时候，辉达的护城河才会真正出现裂缝。讲完了竞争，我们再来看需求端。现在市场上最主流的说法是 AI 需求是无限的，只要辉达能造出多少芯片，就能卖出多少芯片。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吧？但问题就在这里，需求从来都不是无限的，任何需求最终都要落地到赚钱上。如果 AI 不能帮企业赚钱，或者不能帮企业省钱，那么现在所有的资本支出都是空中楼阁。我们可以把 AI 的需求分成3个层次。第一层是短期的基建需求，现在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在抢 GPU， 不是因为他们马上就能用这些 GPU 赚到钱，而是因为他们怕落后。如果别人都建了 AI 基础设施，你没有，那你就会被淘汰。这是一种恐慌性的需求，也是最不持久的需求。第二层是中期的融资需求，很多创业公司买 GPU 不是为了做业务，是为了融资。你手里有多少张 GPU 已经成了现在 AI 创业公司融资的硬通货。你有1万张200，投资人就愿意给你投10个亿。这种需求更虚，一旦融资环境变冷，立刻就会消失。第3层才是长期的真实需求，也就是企业用 AI 真正赚到了钱，然后愿意把赚来的钱再投入到更多的 AI 基础设施上，这才是能够支撑辉达长期增长的需求。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大规模的第3层需求出现。大多数企业现在还在探索 AI 的商业模式，大语言模型能做什么，能帮企业提高多少效率，能带来多少新的收入，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很多企业花了几千万甚至几个亿买 GPU， 结果最后只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根本赚不回成本。更有意思的是，现在还出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叫做奥斯本效应。也就是当消费者知道下一代更好的产品即将推出的时候，就会推迟购买当前一代的产品。这个效应在科技行业非常常见，最典型的就是 iPhone。 每次新 iPhone 发布前的1-2个月，旧 iPhone 的销量都会大幅下滑。现在辉达就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Blackwell 芯片刚刚开始出货，市场上已经在讨论下一代的 Rubin 芯片了。很多客户现在都在犹豫，是现在买 Blackwell 还是等1年买 Rubin。 这种观望情绪已经开始影响辉达的短期订单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逻辑的时候也觉得挺顺，但后来越想越不对。真正的问题不是客户会等1年，而是客户会发现原来我可以不用每一代都升级。如果 Blackwell 的性能已经足够我用3-4年，那我为什么要每年都买新的芯片？一旦客户的升级周期从1年变成2年甚至3年，辉达的增长逻辑就会彻底被打破。很多人盯着财报里的订单数字看热闹，但我更在意的是这些订单里有多少是真正的终端需求，有多少是渠道的库存，有多少是恐慌性的提前下单。机构嘴上说一套，仓位怎么摆往往是另一回事儿。你去翻一下最近的 13F 报告，就会发现很多顶级的对冲基金已经在悄悄减持辉达了。好了，现在我们来到整个视频最核心也是最反直觉的部分，供给瓶颈。所有人都在说辉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产能不够，只要产能上去了，股价立刻就会再翻1倍。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一旦哪天供给限制真的解除了，大家都不缺芯片了，这反而可能是辉达最后一次狂欢。你先别急着下结论，我们一层一层往下拆。辉达的供给瓶颈主要卡在3个地方：台积电的 CoWoS 封装、HBM 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忽略的隐藏大 boss。电力先讲 CoWoS 封装。很多人不知道 GPU 本身的制造其实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把 GPU 和 HBM 内存封装在一起，这个技术就叫做 CoWoS。 目前全世界只有台积电能大规模量产，这就相当于辉达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了台积电的一条生产线上。我给你打个比方， CoWoS 封装就像是把极度微小的乐高积木用纳米级的精度拼在一起。一块 Blackwell 芯片需要把一个 GPU 核心和12块 HBM3E 内存拼在一起，
任何一块出了问题，整个芯片就废了。而且这个工艺非常复杂，扩产极其困难。台积电现在已经把所有能调的产能都调给辉达了，但还是满足不了需求。然后是 HBM 内存，这个东西现在比 GPU 本身还稀缺。HBM 是什么？就是厨房里面的超级传菜员。GPU 就是大厨师，做菜速度非常快，但如果传菜员太慢，厨师就只能闲着等菜。HBM 的速度越快，带宽越高， GPU 的性能才能发挥出来。如果把普通的 DDR 内存比作骑自行车传菜，那 HBM 就是开跑车传菜。HBM 的制造难度比 GPU 还要高，它就像一个千层蛋糕，把好几层内存芯片叠在一起，每一层之间都要用微米级的铜柱连接。现在最先进的 HBM3E 已经叠到了12层，只要有一层的良率出问题，整个 HBM 就废了。目前全世界能生产 HBM 的只有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3家，其中 SK 海力士一家就占了 80% 以上的市场份额。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 HBM 的生产不仅需要先进的工艺，还需要大量的地皮和电力。建一个 HBM 工厂需要几百亩的土地，而且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必须建在地震少、气候稳定的地方。现在这3家公司的产能都已经拉满了，想要再扩产，至少需要2到3年的时间。等等，这里就不对了。很多人觉得只要再等2、3年，这些产能问题就都解决了，但他们没有想过产能解决的那天会发生什么。现在辉达能把一块 GPU 卖到2万美元，还供不应求，根本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它的技术比别人领先10年，而是因为供给被卡住了。全世界只有它能提供足够多的 GPU， 而且你有钱也买不到。这种稀缺性才是辉达暴利的真正来源。一旦供给瓶颈解除了，会发生什么？首先，价格一定会下跌。当你不用再等半年才能拿到货的时候，你还愿意花2万美元买一块 GPU 吗？当然不会。其次，竞争会立刻加剧。当所有的厂商都能拿到足够的产能的时候， AMD、英特尔还有那些自研芯片的巨头都会立刻推出自己的产品和辉达抢市场。最关键的是，当芯片不再稀缺的时候，客户的议价能力会大幅提升。现在是辉达挑客户，你爱买不买，有的是人抢着买。未来会变成客户挑供应商，你不降价，我就买别人的。到那个时候，辉达现在70%以上的毛利率还能维持得住吗？我觉得很难。这就像疫情期间的口罩，最开始的时候，一个 N95 口罩能卖到几十块钱，还买不到。后来产能上来了，几毛钱一个，随便买。所有赚暴利的公司最后都回到了正常的利润水平。芯片行业也是一样，没有任何一种产品能永远维持70%以上的毛利率。只要有利润，就一定会有资本进来，一定会有竞争，一定会把利润率拉回到正常水平。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几乎没有人提到的隐藏瓶颈——电力。这个东西才是真正卡住 AI 发展的终极瓶颈。一个大型的 AI 数据中心需要多少电力？我给你一个数字，一个1万张 H100的集群满负荷运行的时候，功率大约是50兆瓦。这是什么概念？一个普通的10万人口的县城，整个县城的生活用电大约也就是50兆瓦。也就是说，一个1万张 GPU 的 AI 数据中心消耗的电力相当于一个10万人口的县城。现在全球各大科技公司计划在未来5年内建设的 AI 数据中心，加起来需要的电力已经超过了很多中等国家的总发电量。但问题是，电网的建设速度远远跟不上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建一个数据中心只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但建一个新的发电厂，再把电网铺到数据中心门口，至少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这就像你花了10个亿盖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游乐场，所有的游乐设施都建好了，门票也卖出去了，结果发现大门口只有一条泥巴路，车根本开不进来。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数据中心建好了， GPU 也运到了，但是电接不上，只能放在那里吃灰。电力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的，它不是靠技术突破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砸钱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时间，需要漫长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到环保的问题。很多地方已经开始限制新建高耗能的数据中心了。所以你看，现在的情况非常矛盾，所有人都在等产能释放，觉得产能释放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实际上产能释放了之后，辉达的暴利时代就结束了。
而且就算产能真的释放了，还有电力这个终极瓶颈在那里卡着， AI 的发展最终会被物理定律限制住，而不是被技术限制住。讲到这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辉达的投资逻辑了，那就顺手点个赞，说明你已经抓到重点了。很多人就是因为只看到了表面的需求，没有看到背后的供给逻辑，才在高位套了整整半年。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政策和技术的黑天鹅，这两个变量是最不可预测的，但也是影响最大的。先讲政策，现在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已经变得非常脆弱，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变化都可能对整个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辉达现在的收入里已经几乎没有来自中国数据中心的收入了，这部分收入过去曾经占辉达总收入的1/4以上，未来如果政策进一步收紧，辉达还会失去更多的市场。而且政策的变化是非常突然的，根本没有办法预测，你可能前一天还在正常出货，后一天就被禁止了。这种不确定性是机构投资者最害怕的东西。很多机构现在给辉达的估值打折扣，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政策风险，然后是技术黑天鹅。很多人觉得 GPU 是 AI 时代的终极硬件架构，未来10年都不会变。但历史告诉我们，在科技行业，没有任何技术是永远领先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公司在研究新的硬件架构了，比如存算一体芯片、光计算芯片、神经形态芯片。这些技术现在看起来还很不成熟，但一旦有任何一个技术取得了突破，就可能彻底颠覆现在的 GPU 生态。就像当年智能手机颠覆功能手机，数码相机颠覆胶卷相机一样，这种颠覆往往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当然，我不是说这些技术明天就会成功，我只是说你不能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 GPU 永远不会被替代这个假设上。在科技行业投资，永远要对未知保持敬畏。现在我们把这五股暗流放在一起看，竞争在加剧，需求有泡沫，供给瓶颈一旦解除，反而会终结暴利，政策有不确定性，技术有被颠覆的可能。这5个变量共同决定了辉达未来的走势。很多人会问我，那辉达到底还能不能买？我不会给你任何买卖建议。我能告诉你的是，现在的辉达已经不是过去2年那个闭眼买就能赚钱的辉达了。过去2年，你买的是 AI 从0到1的爆发性增长，是稀缺性带来的暴利。未来你买的是 AI 从1到10的渗透，是一个成熟行业的正常增长。这两者的估值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辉达可以有100倍的市盈率，因为它的增长是爆发性的。未来如果它的增长率降到了 20% 或者 30%， 那它的市盈率就应该回到30倍或者40倍的正常水平。这不是看空辉达，这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估值回归。我见过太多次这样的周期了，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出现一个超级明星公司，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涨10倍甚至几十倍，所有人都会说这次不一样，它会永远涨下去，但最后没有一次是不一样的。当泡沫破裂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被套在山顶上。当然，我也不是说辉达会崩盘，辉达依然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公司之一，黄仁勋依然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 CEO 之一。AI 的长期趋势也没有改变，未来10年 AI 依然会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但你要分清楚，公司是好公司，不代表股票在任何价格都是好股票。再好的公司买贵了也会亏钱，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公司的长期价值，还是市场的短期情绪？你买的是真实的业绩增长，还是别人给你讲的故事？当所有人都在喊 AI 万岁，辉达万岁的时候，你要保持冷静。当所有人都在说辉达不行了， AI 泡沫破裂了的时候，你也要保持冷静，不要被市场的情绪带着走，要自己去看那些真正重要的变量，看看客户的订单有没有变化，看看毛利率有没有下降，看看竞争对手的产品有没有真正的竞争力，看看电力和产能的瓶颈有没有缓解。这些才是真正决定股价的东西，而不是新闻头条里的标题，也不是分析师的研报。最后我想跟你说一句，投资这件事儿从来都不是比谁更乐观，也不是比谁更悲观，而是比谁更客观，比谁更能看清真相。市场就像一个大喇叭，每天都在对着你喊各种各样的消息，制造各种各样的情绪。你要学会把这个喇叭的音量调小，然后自己去听那些真正重要的声音。
如果你也受不了市场每天的大喇叭，只想安安静静的看清楚事情的真相，订阅一下这个频道。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这种看起来简单，其实水很深的话题，帮你剥离噪音，看见真正重要的变量。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本视频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涉及投资的决策，都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理性判断。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